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日，星期三。上一次呢，我发了一个关于西班牙房产的视频，那么不少网友呢就和我讨论啊，那么有的网友呢就叫我聊一聊啊，在当下的这种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呢，我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投资策略啊？其实说投资呢不敢当啊，因为我也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对吧？也不是什么富豪啊，就是要买很多房地产炒房的。作为一个个人呢，我确实啊有我自己的一些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观点啊。那么不妨呢，我也和大家就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我发现啊，大部分的华人啊，就都有这种观念，就是不管到哪里，一定啊要买个房，不管啊就是说自己的实际的资产情况怎么样啊，哪怕他不够啊，他借钱去买房，贷款啊，或者说他只有一个买房的钱啊，他也要去买房。呃，他们觉得呢，这样呢就是会比较安定啊。呃，首先我是不会去贷款买房的啊，这个不是我的一种消费模式啊。我觉得贷款买房风险很高啊，因为人不太有办法知道未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如果你贷款买了房，当然了，每个人都是会想就把未来会想得很好，对吧？持乐观的态度，这一点也不错啊。但是万一你不好呢？那你这个房贷啊，加上你就是已经投入的本金啊，那么在经济上来讲，就是在这个金融上来讲呢，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呢，我对这种贷款买房啊这种金融上的游戏啊，我是不会考虑的啊。那么西班牙的房地产呢，它也有西班牙的一些特色啊，比如说就是占房者啊。那么占房者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48小时啊，如果你控制的房屋被人占了，那么你就要采取法律手段啊，就是你要去法院起诉，然后法院从起诉到执行呢，这个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再加上如果占房者就是占你房的那些人，他如果是弱势群体，比如说有孩子的啊或者什么的啊，那么往往在就是判定这些案子的时候呢，可能更偏向弱者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经常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西班牙的，就是购房网站上，你就能看到啊，有一个房子，它呢大幅的低于就是周边的房子，然后它这个里面就会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房子已经被占房者占了，然后呢，我可以卖给你，但是买了以后呢，你自己要去和这个占房者协商沟通啊，因为现在有几种模式嘛，一种是打官司，打官司就是起诉嘛，法院起诉，那这个耗费的精力时间可能也很长。那第二种就是有的是私下跟占房者沟通啊，就给他一笔钱，让他搬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也是常见的。那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啊。然后呢，就是有的找那种就是呃有一些灰色背景的吧，啊，可以说就这种公司去处理这个事情。反正这是一个非常烦心的事情啊。那么占房者这个房子呢，它上面会写的啊，就这个房子里面你需要重新装修了啊，因为这个房子肯定占房者来了以后，你就一塌糊涂了，这个房子就被毁了，对吧？当然了，就从法律的定义上来讲呢，就这个房子呢，不是你唯一的住房啊。就比如说你只有一套住房，那么这个占房者来了，你在48小时之内，你找警察啊，那么这个占房者呢，就是他就变成一个入侵者，他就不是一个占房者。
那这个警察呢就会把他给赶走。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些人来了以后，在里面造成了什么损失我估计这个赔偿应该也不会有，因为这些人可能也没有钱，对吧？那么，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有2套房子你一套房子是出租的，或者你一套房子买了空在那里，那么有人占房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打官司因为这个不是你唯一的合法住宅，这是法律上的定义。但实际上呢，就是当你要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你要报警，然后你要处理这个事情，你又要证明什么是你唯一合法住房总之这件事情就很复杂而且各个地区对执行这件事情，就是说各个地方的警察嘛，他们执行起来的力度也是不同的就可能有的就会严格的执行这件事情，就只要这个人是唯一住房，那么立刻警察就过来把他赶走。那有的地方可能就不是了这个也是我这么些年就是看了各地的报道线下的各种案例还有就是那种房产论坛上大家讨论得出的一些结论那么这个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理由吧，阻碍我去买房，但有了这个法律呢，确实有这个事情呢，你不得不多出一笔开销就是你要在这边买一个保险公司警报的这种开销这个是一点。当然买了这个保险以后呢，你就只要有人来占你的房，那么保险公司他会报警，那立刻就会上门来驱逐当然这个是一笔费用首先呢，就是这个占房者的事情我觉得讲的也比较清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边它的房子呢，能源等级分这个 A、B、C、D、E、F、G 就这么些。那 A 就是最好的，就是最绿色、最环保的那么后面的什么从 D 以下的都是越来越糟糕的那么大部分的这种老的房子，就是说你在2022年或者23年以前造的房子呢，基本上呢都是这些能源等级都是在 F 或者是 G 或者是 E 这样的就比较差的。那么这个当中的差距是什么？差距就是能源等级 A、B 的要比这个能源等级最下面那几个 E、F、G 的呢，要节省一半的能源那么在西班牙，它这个能源费其实也是挺贵的，比如它这个水它这个电主要是水电因为这个能源它如果是在这个就是天气冬天，比如说你要有暖气或者开空调，夏天也是的，对吧？主要是在这个方面，那么开销呢其实是不小的当然了，可能随着这个房子的大小吧可能也就是你可能算10年下来也就几千欧元到几万欧元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就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呢，这也会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它的密封性就是能源等级差的话，它的密封性、它的隔音程度会导致就比如说你这个房子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就非常不好有的人如果他敏感，或者有的人他本来也没那么敏感，但是他时间住久了，比如说咳嗽哮喘或者过敏就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症状都会出来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买一个那种解决空气问题的这种东西呢，就空气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这个就额外又要算费用，对吧？反正就在我看来呢，如果要买这个里的房子呢，
这种能源等级不是 A、B 的房子呢，应该来说不是 A 的房子呢，基本我是不会考虑的啊。但那个呢，就意味着你要买这几年的新房子。那么这几年的新房子呢，差不多，能够看得重的我们说公寓差不多都是要在最低也要在30万到40万欧元啊。而且呢，它这个房子得房率是很低的，就是公寓，差不多呢就是如果110平米到120平米的房子呢，实际得房率呢可能只有80平米甚至就是更低的也有更低的也有。因为这种新的房子这种公寓呢，它小区里面又有什么花园又有健身房又有游泳池各种公摊的面积就会很大老的这些公寓呢，虽然能源等级不怎么好，但是它的公摊面积呢就会相对小一点可能只有10%的公摊面积那么这当中呢，就是有巨大的差距因为我就看到过房子，它的花园或者阳台或者露台，它的这个面积很大但实际上它里面的房子面积就很小但是你付比如说150平米的房子，你要付150个平米的钱，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花园或者这个阳台就占60平米，然后里面呢可能实际的面积呢也只有70平米，那你加在一起就实际上整个面积就是要130平米但实际上呢，就是有很多地方买房子呢，像这种花园露台就有很多地方都是赠送的就是他不收这个钱的就有很多别的国家吧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是这样的，它都要给你算进去那么，然后呢，再说到就是比如说看完那些房子以后呢，你再看看那些老的房子老的房子呢，你又觉得它的公摊面积不是那么大，那么是不是就比较好呢？那把这个老的房子买回来以后呢，你再自己去改造一下，去装修一下，翻新一下，对吧你能源等级也能上升那么这个公摊呢又少了那么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对吧？那我也算过这笔账就比如说买一个老的这个房子，然后你再去把它翻新装修在西班牙呢，你在这里的这种翻新的成本就如果你只是做简单的翻新，那么可能就是5万欧以下是没问题的。我差不多说的是80平米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就5万欧以下差不多。如果是以上的那么这个翻新的费用就差不多要10万欧左右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费用呢，其实也是不低的因为我仔细的算过这些账。然后呢，你买的那个房子它的房龄肯定是很高的，比如说2000年以前的，或者是2010年以前的那你去给它翻新，你又要花这么一大笔钱，风险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万一以后你要出售这个房子，那市场上是不会有人来买你这个房子的，就说因为你装修下去的钱，到时候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所以呢，很多购房者就面临到这种困境就是他买了这个旧的房子，但是要去花钱去装修，去重新的这个翻新，又不舍得出这个钱了那你说买一个，你也花一大笔钱买一个很旧的房子，很旧的装修，或者说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的，你住在里面，你也不舒服嘛，对吧？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问题那
对我来讲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啊，租房还是最好的啊，因为租房呢，就是我就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啊，就你在这里呢，你花个1000多欧元吧，啊，你可以租到一个不错的，就是说能源等级也比较好的，装修也比较好的一个房子啊，呃，除非你要在就是马德里啊，或者说巴塞罗那啊，你要在这种市中心啊，你要有事业啊，你要工作的，你要去赚钱的，那么那里的房子呢，可能就会租金更高一点，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价格呢，你租不到相对好的房子啊。那你如果不是在这些城市，像我在这里是没有事业的，对吧？所以就在很多地方花这点钱呢，你就可以租到我前面说的，你要花最少就是40-50万欧元，你才可以买到的这种新的房子啊，那体验也是不错的啊，大部分都是要不就是全新的，要不就是次新的啊，因为这几年西班牙造了大量的新的房子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你租的话，你就很灵活啊，你今天想在这里租，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住在海边啊挺好的，那我就在海边我就住几年，我不想住在海边了，我想住到山上去了啊，那我也可以到靠近山的地方去租一个房子啊，这样也会比较好，就不用你如果在这边买了啊，你买之前又要做一大堆功课啊，又要去看又要去弄的，买了以后说不定你还要再装修再修改，然后你再买一堆家具，然后万一哪一天你突然要离开了啊，你又要再给它卖掉，然后你再要去新的地方又要再去买啊，这种来回的这种折腾啊，这种就我是不太愿意在这种事情上花精力的啊，除非就是比如说啊，我也有朋友，他呢最近也买了房子，他呢是给就是员工买的啊，因为他负责员工的住宿嘛，那么他就在现在就买一个房子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他觉得员工可以住得更安心一点，一方面呢，因为他长期的，他几十年以来他在这边就从事这样的生意，所以呢，他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这里了啊，那么他就买，我觉得这种是没问题的啊，这个肯定不能像我这样，对吧？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其实当你在这边啊，就是你如果待久了，并且你一直去关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房产的问题，或者说金融的问题，那么你也会发现啊，它这边也有很多隐性的就关于房地产的游戏规则啊。那么这种游戏规则呢，有很多啊，有很多，有很多。其实你要讲一个视频也讲不完啊，我就随便讲一个吧，讲一个啊。比如说呢，就现在啊，他们开发的很多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呢，有一些房子呢，它是叫 VOT 啊，就翻译过来可以说就是什么，就是保障性住房。大家不要以为这种保障性住房是很便宜的啊，可能这个保障性住房，确实比市场价要便宜一些啊。比如说这边可能市场价这个房子是50万欧元，那么你保障性住房啊，可能这个房子就40万欧元，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呢，就你要买这个房子啊，它的代价是什么？首先呢，就是这种房子呢，在15年和20年
你可能就不能卖，就这个房子你只能自己住啊，你不能卖。第二点呢，就是到时候你要卖这个价格也是只能你买的时候价格，比如说你现在花了40万欧元，你买了一套这个房子，然后到了15年以后你要卖了啊，那么你还是要以你买的时候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卖给下一个也是同样条件的这种要求保障性住房的。保安住房一般就是什么，就是手里没有房子的，就是只有一套房子的啊。那么这种规则，就你简单的一听，哎，你觉得挺好的，是吧？啊，这个政府为了考虑没有钱的人啊，或者说经济不好的人啊，推出这种房子。但事实上呢，就像我前面说的，30万的这个价格高不高呢？啊，40万这个价格高不高呢？也不便宜，对吧？并且这个价格啊，他们15年或者说20年不能卖出，只能自住。那万一你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你要离开了，或者说出现些什么事情了，你这个房子你都不能，它没有，就是它不能换成钱啊，它只能就是你还是只能自己住在里面。第三点呢，就是虽然说啊，他说你到了那些年以后，你到时候可以卖，你可以按照你当时同样的价格去卖，听起来好像挺好的，但事实上，如果这个房地产是一直在向上的，啊，一直在上涨房价，那么你如果还是按照你当时买的价格卖，就你还是亏的，对吧？因为随着通货膨胀啊，而且你也花了一大笔钱。那如果说这个市场是向下跌的，比如说，如果现在又是一个房地产的泡沫，那过了20年以后，或者说20年以后事情大家都不清楚，那你要以当时的房价去卖掉，谁来买你啊？那人家如果房地产是下跌的，那人家去买更便宜的了，那你这个房子等于你还是花了一大笔钱，你就永远住在那里。那说回来，就如果你是持有40万欧元的现金，那你放在银行里面，你拿到的利息啊，你都足够支付，就你每个月租房子，你都可以租到那个房子，对吧？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可能会去买这个房子的人啊，还是就是说他也没有这一笔钱，他要付贷款的啊。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后面啊，其实还可以展开说很多，但是呢，就分析这一件事情嘛，这当中就有很多隐性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其实它这边的优点啊，就是对于租房者来讲呢，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保护的啊。比如说，它是签订一个协议啊，一个租房协议，那么5年啊，他要按照协议上履行，他不会就说突然说啊跟你说我要涨价了，你要搬走或者怎么样啊。这里就是说对于租客来讲是比较保障的，而且其实大部分的人嘛，他如果不满意，或者说就像现在房价很高，租金也很贵，那么很多人他会去这个提意见，会去反对，对吧？会去抗议，反正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方式吧。那么，对租客来讲呢，就是这种，它不是突然间啊就会让租客无家可归，或者说特别的市场化，这点呢还是对租客有保障的啊。我觉得更倾向保护租客啊，反而对就是说购房者来讲呢，没有那么的友好啊。再加上呢，对我来讲啊，
我也看到很多很多先例啊，比如说有很多之前来移民的人，他们买在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瓦伦西亚大区。那么像在西班牙呢，你瓦伦西亚大区，那个巴塞罗那大区，还有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加里西亚大区啊，反正有好几个啊，还有巴斯克大区。那么这些地方呢，它都会有地方语言的。这种地方语言，那么你在学校里面去学习这些地方语言都是一定要学习的，而且必须要考核的啊。那么很多人当初他移民来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了解这么多嘛，因为我说了很多华人他一到哪里先买个房啊，或者说本来很多人就是凭着这个买房的这种渠道啊，他移民的，就当初有黄金签证的时候。那么他住下来以后呢，他就发现问题了啊，比如说要讲这个地方语，那么孩子呢去这个学校里面啊，作为移民的孩子压力就很大了啊，因为一个呢，你本来就要学一个西班牙语，对吧？那你学完西班牙语，你可能还想孩子学点英语吧？你在这里你不学点英语也不行啊。然后你还要学一个方言，而且这个方言还是要考试，所以就这些人就一下子啊觉得哎不行，我要换个地方，那么就很折腾啊。所以呢，我觉得租房这方面啊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如果现在要学这个什么地方语，那么直接就搬到不要学地方语的地方去就行了啊。那么之前很多人有的人他是折腾啊，他就反正要不就损失一点吧，或者怎么样啊，他们就房子反正卖了跑了，搬走了。有的人呢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呢去上国际学校啊。那国际学校有的人他有这个能力啊，或者说他这个地区有比较好的国际学校，那么这也就算了，对吧？也就是花钱解决这个问题。那有的地方他也没有很好的国际学校，或者他住的这个地方离那个学校也是有段距离啊，怎么样？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那么导致呢最后孩子的学习压力也很大啊。这个问题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的啊。那么最后就我的观点就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没有人能够很确定的说未来欧洲会怎么样，对吧？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永远相信这也是就可能跟投资理念或者说跟理财的一些观念我永远觉得就是说，现金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不管来什么金融风暴或者说市场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人其实没有办法预测，比如说有什么疫情或者说又有什么金融风暴啦，又有什么地缘政治啦，又打仗啦，对吧？就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要有现金。虽然所有的理财的公司都会说，现金什么会贬值放在银行里面会贬值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投资但是我依然认为现金是最重要的它能保障你，就是说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离开这里，你能不能自由的活动然后其他的无形的东西就是学习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学习。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就是我肯定更多的是愿意体验更多的地方的不同的生活比如说我现在住在西班牙，住在欧洲，也有可能过几年我去了美国也有可能我去了亚洲。就
我觉得学习，不断的看更多的东西，还有就是说保持现金流啊，这个是我更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还有呢，就是呃，只有很少的概率我会去买。比如说，当市场再次遇到呃相当大的这种下跌啊，那么它的价值远远就是低于现在的价值那么可能我会去考虑去买因为那个长期来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事情啊。那如果市场是处于狂热的，那我觉得不管是风险也好，还是机会也好，那我可以把它让给别人，好吧？反正这个就是也算是闲聊吧也没有什么逻辑，就讲到哪里是哪里谢谢大家。